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将重塑美国国家安全，中国面临的麻烦不小，必须预做准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爽。在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拜登在 G20 峰会期间向中国所做出的5不4无益承诺，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改善双边关系意愿的标志。但是如果我们抛开美国三权分立的现实去看待中美关系，那么这些承诺依然与现实差距太远。而进入2023年之后的美国，由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虽然佩洛西下台了，但中国的麻烦仍然不小。美国众议院的主导权改变之后，共和党保守派已经撂下重话，要在对乌克兰的援助、国防支出、美国部队强制接种新冠疫苗、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机构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政策，以中国的关系等问题上向政府发起挑战。在这些问题之中，涉及疫苗接种和政治正确的矛盾主要是美国的内政，而对乌克兰援助和与中国的关系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33% 的共和党人赞成只要需要就支持乌克兰，而 61% 的民主党人对此表示赞同。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这可能不是真相。曾经担任过特朗普政府驻乌克兰特别代表的库尔特·沃尔克表示，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揭穿的大神话。有人说有大量共和党人支持俄罗斯反对乌克兰，这根本不是真的。我认为在支持乌克兰和反击俄罗斯方面，共和党中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主流，反对的只是小部分人，也就是少数人在发声。麦凯恩研究所执行主任、前五角大楼负责俄罗斯和东欧政策的官员法卡斯说，右翼的攻击使得共和党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更难与民主党站在一起，而两党的鹰派都喜欢把自己描绘成为对中国强硬的人，这在政治上不会让他们付出任何代价，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也可以理解为，在支持乌克兰的问题上，美国两党需要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愿意继续援助泽连斯基政府与俄军战斗到底。但是在如何对付中国的问题上，双方几乎没有太大的争议。当然，这并不等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处理中国问题时没有矛盾，因为拜登现在担心美国的党派政策对中美关系造成伤害，需要国会与美国政府保持一致。你也可以理解为，如果共和党执意要通过挑衅中国达成其政治目的，拜登呢也将面临困境。比如美国热门众议院议长人选麦卡锡就计划成立一个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并计划窜访台湾地区，前者将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制造阻力，并在对华高科技竞争领域持续施压，后者呢有可能再度引发台海军事危机。而这个麻烦仍然是拜登的，因为他上次未阻止佩洛西，那么这次也没有理由阻止下一任美国众议院议长。而共和党众议院议长更希望给拜登制造麻烦。总体而言，佩洛西下台之后的美国众议院，其斗争的主题仍然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内斗，但是在表现形式上更可能是关注对乌克兰的援助和对华关系。相比较而言，美国援助乌克兰的大局不太可能会被改变，因为共和党也需要考虑美国的民意支持。只有在敌对中国时，他们会变得毫无顾忌，到时候拜登政府的一切承诺都将变得毫无价值，中美对抗可能更加激烈，而台海军事危机也可能再次到来。对此，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预先做好反击的准备。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